啊，这场就是我们3个人第一次见面。这是我最为难的一场戏，也是我最不愿看到的一场戏。这非拉着我发誓，你说为什么？五爷，你说说。这场戏我觉得就表达3个人其实都很可爱，对，真是。就是没有愿意，这佛爷就是很推卸责任吧，就是反正发誓，真的要怪也怪不到我身上，对，佛爷就觉得你肯定会帮我认了，这个怪老八。这场戏只有一个字儿，就是八爷左右为难，左右为难，确实也是希望这个九门能够好，能够团结一起。就是他的粘合剂，包括他是九门的一块砖就出来了。我觉得这场戏确实把每个人物个性都写得非常的真是特别好。你看我觉得我最后我实在是，最后其实我还是有很多这个地方就应验了，多多少少有应验了。其实大家可以往后看，对，蛮好玩的，绝不反悔。哎呀，这一下给我帅没了！哎，你看看，张启山，这事我应你了，但话得跟你说清楚了。我做这桩事，其实我觉得我的介入就是刚好可以给五爷跟佛爷个人一个台阶下，是的，对，不然很难受，就是不然顶上去了，对。我和你之间永远横隔着一条人命。这件事儿，人命先放一边，但救人要紧。大义。告辞。佛爷。但我很喜欢你们下面这场戏，灵魂拷问。基本是真的是写的迟疑，我不开心。好像没有写我不开心。其实就是给了剧本里面齐铁嘴是三个点，6个点，点，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觉得就是老八其实对佛爷还是有自己的一个，但是呢，突然间给我这种回答，我就觉得我就是应该有另外一种感知。就佛爷在大家面前一般不会有这样的灵魂拷问。对，其实后面剧本这都没有，是这个剧本里面都没写。这个，所以你被抓那两下？对，我去找那个线索去了，紫姑娘那的线索。我还记得看到第一版剧本的时候，我们都去湘西了，记不记得？你有看过那一版吗？我记得印象好深刻。还有坐船，对，坐船，对。但因为时间关系，还有坐船里面的打斗戏太夸张了，对，真的没有办法拍出来。还潜水，记不记得？水下的戏，哎呀，我看剧本的时候怎么拍，这个拍1年拍不完。是的，而且地下我们到了地板剧本写老精彩了，到那个山寨。对，这山寨那里，我还老八被扒光了。对，是的，对。第一版剧本的时候，哎呀，这一下。今天来捡罐子的人还真不少。我觉得这是佛爷的，真的就拉回到10年前佛爷救我的那场戏。对，其实这场戏就是为了满足10年前大家追下来的粉丝来给大家看的一个感觉。对。但这场戏是从第一稿的时候就有这个，对，就有这个。这场戏你不是说拍了3天半吗？主要不是我们全天来拍，我们是一直转景啊，就是你那边拍完之后再过来拍的，然后又左右过来补，这样吗？啊，好可怜啊！一转被打成这样。张启山，当时然后那个化妆老师问我，他说：“这八爷你想怎么？”我说：“你来。”我说：“交给你了，怎么惨怎么来。”我说：“这样。”我想，哎，他们反正试好多回。啊！算不算？我算。哦，他们那个特效，而且做得很好，也很真。当时我还拍了一张照片，就很痛，感觉。
自己看的感觉都疼。这干嘛？他非让我算卦，算一下，我算到了。你怎么死的？柯先生说，我不会死。哎呦，是吗？那跨文呢？你会死。我佛慈悲，哦，太帅了。我觉得这个好燃啊会很感动。啊，好燃啊！，对，被乱世包围，野火中巡回，誓不穿着方程式进退，江湖的倒影，天下太帅了。要怎么做才不算有愧？聪明我不为，临出有大哥来救我来了！哇，这个对手，这个反派演员，他力真大，哦，他是专业的这个专业的专业的 MMA 啊对，真的假的？真的真的真的。的。那你怎么跟他打？天哪！所以佛光告诉我能打。你知道陈伟霆被他打死了已经。专门找了这样的人，好帅啊！拳拳到肉。天光不够了，光不够了，你看着，看到6点了，看已经看6点了，已经看出来是把陈伟霆榨干了。刚才看脸都瘦了一圈了，是吧？这个是第3天的时候拍的，已经出汗出的脱太了，可怕了。眼睛已经翻白眼了，累死了，还戴着墨镜。别去了，哎呀，这个让他发泄一下吧。哎呀，这好痛！我也最近心情不好意思，是还没找到老五，对吧？对啊，其实这里挺解恨的，以牙还牙。最后那个，哦，这爽，这下爽，太爽！这皮是真热，但帅就行，帅。对我有想过把他脱了吧，要不，但是他们说不行啊。没有气场脱了。以牙还牙。这衣服你要留下来吗？其实你应该留一套下来，留给三叔减肥之后穿，激励一下他。哇哦，还能这个？能播吗？肯定能播啊，这有啥不能播的？很帅啊！哦，你这个是按照大女主的戏来演啊，这场戏。实在没办法了。刚刚那个抬头，是丁千岁的人，猜到了。佛爷，你上次算出来，只要我对你凶，你就能躲过一劫，果然算得准。现在算躲过了吗？可能还没。哦，我觉得大家都等很久了，星月饭店。这个除了颜色和方才那这放的一些我没看过的剧情。又要排除天价了。我还记得拍这场戏的时候，老五一直跟我们说，好羡慕我们在星月饭店。我当然羡慕，我想去看看大场面，没见过。
这是我也想说好好玩力，能再得见。这是好玩那段时间拍这个，抓住最后机会，竞拍现在开始。但也不是因为你吗？我们才心愿饭店。感谢各位老铁的相助。我出价30万。 1号包房出价30万。其实这个也挺可还有人挺梦回这个以前10年前那个感觉的。它其实台子也是这么也这样也这样的，对，也是在连里头。 2次。点天灯啦！ 10万。点天哦， 5号包房点天灯。会長、天天の音は必ずなし解けると。其实这场戏，我觉得最看的我们这个戏的所有的电视剧的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一块这个板块信乐饭店这个板块是非常可以满足喜欢看高智商的一些智取如何智取？对，就是现在前面可能铺垫有恐惧了、恐怖了，然后中式的恐怖啊、悬疑啊、那个氛围啊，或者兄弟之间的那些这割裂，个更像权谋，跟彼此之间博弈。对，这个是博弈感当年我们老九门一的时候，说实话没有，是没有的，对，没有。没有因。为观众会很期待知道张大佛一定会点天灯，但到底这天灯的点的方式是怎么样，对最后结局是什么样，是非常让人吸引的。上一次点天灯，某个程度也是为了自己，这一次当然是为了你。但是我们是怎么九门团结智取那个天灯，对不是对光一个动作点天灯，说完就没事，是的，是背后做了很多不同的线，在做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任务。对这真的是个九门同心的一个对对真是对对，非常深刻的一个真实体现写照，对。这个是到佛爷家你那儿了。是你家那哦吗，这个是对吧把那个老五唤醒他的。对，还是你就看说各种给他你不介意增加强度？给他各种测试，召回他原本所我是问一些记忆的医生。医生说，人受到巨大的刺激，比较容易想起失去的东西。所以接下来，我会用比较过激的方法。希望我觉得现在看到现在，比如说，我们很巧妙的用一些可能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用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方法去让大家觉得这个没有这么恐惧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导演很厉害的一些观点是，他突然间扔一个笑点给你，但是突然间让你流眼泪，突然间让你觉得很恐怖。当你快受不了的时候，呼吸不了的时候，他又扔一个喜剧的效果给你。就是各个点都会有。这个节奏太好了，把控的太好了。要继续什么吗？万山导演还是厉害。这一段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呗，就让他唤醒他的记忆。你是不是不想回忆过去？不想。你是不是没有跟我说实话？只有。我们过去一定有些误会吧？是你对，还是我对？没有结论，对吧？那我知道我们为什么关系不好了。其实我现在挺开心的，想不起来也没事。为了大局，我可以牺牲一切，而你不是，所以终究我们成为不了朋友。其实这段时间佛爷是用了很多激进的方法来
刺激他对，刺激五爷，对，唤醒他的记忆。记忆，有可能说这一些叫很激进吗？或者是大家说会不会很心疼？其实一点都不心疼。是在我看来，比如说在很高楼把他推下去的，首先肯定知道他不会就这样挂掉，但是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是比起就是我也是用尽所有的办法，用最快的时间让他记得那个记忆。对，就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老五恢复记忆。对，啊，没办法，是破不了这个局，只有他，就是因为他肯定是在隔室楼里面面临了什么东西。我们知道可能线索在他那，但他失忆了。所以那个时候是用尽所有一切的办法让他换回他的记忆，只能用这样最极端的办法。也是因为这个失忆的这个阶段，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佛爷跟老五拉近一个关系，因为彼此没有隔墙了。是因为老五不觉得自己被骗了，我们是好兄弟，佛爷就跟他说我们是以前很好的关系。对，所以他有很多内心的东西会开始，他的小可爱，所有的东西都会愿意在佛爷面前表达出来。其实说实话，演的时候其实已经，我相信我们戏里面每个演员都已经带入了这个角色。所以我们跟着这个剧本走的时候，我们是很期待的，真的能解决一些我们人物之间的一些关系。是这个戏其实能讲明白他。对，既然如此，我会遵守承诺，退出九门。就是人与人之间，我觉得是最信任的，还有是最可怕的，因为你永远所谓的信任这两个字，你不知道外面传的东西跟你自己感受有可能就算有差，但是你会选择听外面的人跟你说的一些是是非非。其实佛爷在这段时间，可能老爸未必太感受到佛爷那段时间，其实佛爷是大家都觉得他在灭九门嘛。然后我像那个秘密，我是受到任务的时候，我也没有跟老爸说，对，我没有跟你说，没有说，对，所以老爸到最后肯定是，应该是抱着对佛爷100%10000%的信心，无论佛爷要所谓的清九门也好，我相信老爸也算出来了，但是他肯定也站在我的那一边，所以当时我们开九门大会也好，到最后也好，其实我内心的感受，我很想佛爷，你跟他们说，你快点跟他们说你有苦衷的，你也没办法大局啊，就是这个事情你真的没办法干，如果你不灭他们的话，后面真的9个门都没有了。对，就是我们也要选择性的灭，怎么灭？是我们做到。所以中间这个过程对于佛爷来说是很痛苦的，很痛苦。很痛苦的，他谁都不能说，他谁都不能说。那大家要看看到最后，佛爷是怎么选择了。哇，高光名场面。其实当时候看剧本，我也是第一次看这场戏。现在，当时候看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很感动了。就是好不容易找到401部队，然后兄弟们一个个的拿着炸弹，然后回头跟佛爷说：“你要记住我的名字。”他一个个在我面前报他的名字，然后抱炸弹就冲过去。算是一起同归于尽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那一瞬间把佛爷的
所谓的穷奇，所有的东西唤醒它里面的能量，所有的一直迸发出来。我记得拍这场光是这场戏都拍了7天7天，对，拍了7天，拍了7天。彻底把佛爷最内心的那个隐藏的力量，对，给爆发出来了。我还有很喜欢这场戏，是因为老九门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看不到佛爷的弱点，佛爷从来没有显示他有多软，或者是那瞬间你会看到这个人一直顶在上面，没有什么事情是怕的。但到了这个大决战的时候，我看剧本上，终于让大家感受到佛爷的弱在哪里，就是他的兄弟们一个个在他面前以命换命的那种感觉，是他很悲伤的，对于他来说。这个不是连着拍的，不是连着拍的。这个大决战是我快杀青的时候拍的。我们在浴场就是跟母老狗洗脚的那一场戏是拍了20天之后左右拍的，所以就是我要维持现在这个体脂，我是每天拍13到14个小时之后，然后有时候快12点凌晨1点，然后横店的健身房的老板等着我开着门给我，然后我进去每一天保持着1个半小时的锻炼，然后维持到杀青快120天的时间，在最后1个星期拍的这场戏，太不容易。所以我拍完之后我就觉得终于松一口气了，真的是完成任务了，对，就这个意思。张锡山，你果然是与众不同啊！当时候剧本写的是佛爷抢了那个星月杀，然后就赢了。然后当时候我在县城跟鸠山美智老师，说我跟武指研究了，然后我给到一个点，武指说我们能不能不要这么简单就解决那个鸠山美智，就抢了那个星月杀没什么。然后老师说你想干嘛？说我能不能把星月杀塞到你嘴里？老师说啊，我要吃星月杀。我说不用。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想要有这个举动？我觉得观众一直看的时候，很需要一个气口。有时候观众我觉得这场戏会带入那个佛爷，你这么简单就把他杀了，或者是抢到那个星月杀，我觉得观众不解气，你得有一个动作让大家知道哇，服了，松一口气了。所以有刚才那个动作。佛爷，那把刀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三叔还说是小刀，但我看的是大刀啊。为我报仇。谢九身上是很痛的佛。爷，我命局已定，自愿赴死。我们可以评价一下什么叫杀6保3，我觉得这个我说不出口，不多了。就是有点难去评价这个事情。你有2个选择：第一，违抗军令，保全九门。罗昂会恢复霍文海原职，霍文海不会心慈手软，九门必死。第2个选择，杀6保3，不可能。不要着急做决定，你听我说。知道，不会为了保全自己做这样的选择。张启山，
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九门被灭吗？九门，哇，我觉得会哭了吧？这个，保三门，我现在有点受不了了，看着。我早就约定好的，这也是军政。这是我看到谢九的灵魂，他已经走了。老九，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的。再帮我一次。佛爷，现在不是军政不让我们死，是时局让我们死。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该怎么选，不要被情绪左右。没有九门，我记得拍这场戏，我是一条过现在的安稳。我是真的是带入了，可能他有感情了，对于九门，不会辜负他。就是里面的词，基本上是完全是我的心里话，所以当时我情绪就上来了，就是一条就拍完了这场戏。对，我没有时间。你早就知道如何杀6保3，要怎么选，对不对10年的积压心理。对，二爷魂不能杀，我先苦不能生。一个是明爵，一个贾政权是女权。如果军政部要对他们赶尽杀绝，必被民众上头，引起暴乱。很难选。确你现在你看佛爷这个分析，也先不说情感，他也要帮大局来分析，能杀6保哪3门，大局才不会乱。对，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也不敢把私人的感情放进去。老三黑豹，老八，他们都活不成。你知道这场戏，你停一下，这里停一下，这场戏你知道我自己改了一些词吗？不是说话的改词，本来他要说怎么灭老爸的，我说我真说不出来，就直接给打断了。我真说不出来，所以当时候我让谢九帮我垫一句词，他们都得死。他也活不成，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佛爷不会说那八爷活不成，就一句话就把八爷带过了，你懂我意思吗？其实我心里面，当时我跟导演说，我说老八我是真没想到任何的办法把他救出来，但我也不能在谢九面前说我就要保老八，因为佛爷不是一个这么不公平的人，他肯定以大局为重，是，所以我说我怎么都不行，我面对了两难。这场戏后半段是，我不能提老八，但是我不提的话，大家会觉得我没想老八，没想让他死。对，没有就觉得为什么你不说老爸？对啊，你为什么不帮老爸想？对，但是你最后只有一条路，所以连佛爷自己根本也不想去想这个东西，所以我自己也没办法想清楚。然后我说谢九能不能帮我垫一句，当然觉得 OK，就是说把你说出来，但解释一下，不是没想你，我知道，真说不出口，说不出口，是说不出口。不用评价了，佛爷一直很爱。对啊。其实，提与不提，大家都知道。其实老八在心目当中，从我老八的心里来讲的话，佛爷一定会知道老八早已经看到。但是呢，第一个要出去说必须要死的话，我相信老八必定会第一个站出来，认同佛爷的选择。但不是他们那几门，肯定是老八。对，一他手无缚鸡之力，二他又不是名爵，他也不是家里都没有眷属，他就是怎么说，就是一个开铺算卦的一个就小本买卖的这么一个人，市井之人。要是没有佛爷，他早死800回了，这条命他早已交给佛爷。对，佛爷不提是为了保护老八，佛爷今天要一提，第一个站出去的就是老八。